因为我玩龙脉场，它是国产的一个叙事型的游戏嘛，我记得我有玩到哭。对，所以如果你吃完年夜饭，然后进房间那边打电动，玩龙脉长歌，进入那个故事，然后开始哭，人家一打开拿个佛跳墙进来，你妈都傻眼。阿囝你来壁里来得考嘛？你在靠啥？就超级有画面。对，就很哀伤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新年快乐！今年的连假大家想好了怎么过了吗？那今天主题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电玩游戏。那这个推荐因为让大家可以在过年的时候跟亲友啊一起玩，或者是可以利用难得的长假，在家呢好好享受游戏的大作。那这次一样找了去年又一起来跟我们聊聊的好朋友莱斯。Hello， 你好，我是莱斯。好，那这次呢，我们稍微改变了一下形式，就今天准备了几个过年可能会遇到的情境，然后呢，我跟莱斯要根据不同的情境推荐适合的游戏作品。只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先别气馁啊，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三餐外食、没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此外，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这堂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已经突破2000人购买了，想要透过外食减重的你，千万别落单啦！趁课程上线前入手呢，都能够享有超值优惠，搭配我的专属折扣码SHASHAFIT，还能够再折200元，越早买越划算，赶快一起加入吧！好，那我们第一个情境就是过年很容易大鱼大肉嘛，然后很容易吃得太饱，所以我们想说来推荐一下可以边玩边帮助消化的游戏。我觉得如果有 VR 的话。OK， 有 VR 的话，我觉得健身环大冒险这个很久以前的游戏。对，可是因为你是刚吃饱的情境，所以你刚吃饱，如果你要做那些动作，那边超多深蹲的，你真的可以吗？没有，你刚吃饱，你肚子会喝那什么佛跳墙啊，都是水，你这样一直动对身体不好。OK， 所以如果说你只是做一些肌肉训练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累，或是那么不舒服。哇，这个很硬欸，就是健身环大冒险是一个以张力为核心的一个游戏啦，它其实是蛮好玩的。如果大家平常没有在运动的话，前面你认真做个第1周、第2周，应该真的都会运动到，但就是有点累，它没有非常多的深蹲。可是我觉得这一题是伪命题。OK， 没有人在过年吃完年夜饭还要在那运动的，怎么可能？你有吗？你有要运动吗？我过年我还是会简单动一动，好不好？因为我的电视前面就有放那个脚踏车，所以我就在这边边踩脚踏车边看动画。对，我现在是有个绑定，就只要我看动画，我就要踩脚踏车。我以前也是这样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因为动画太好看，会停下来吗？一次要看12集。后来听人家讲说，那样骑脚踏车会横纹肌溶解的。不能骑太久啊！基本上我比较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做这样子的长有氧，你要做40分钟，你可以慢慢做，但是要到40分钟，所以你就是看2集动画。1集的话有点可惜，你其实受不了什么东西。而且更糟的是，我后来开始看陆剧，陆剧太长了，那没有办法那样看。好，那刚刚这个莱斯推荐完了，那再来换我推荐。我推荐的是这个 Switch 超级舞动瓦力欧制造这个游戏，大家可能是不太清楚，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任务，然后呢，它会让玩家应对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微游戏的快节奏迷你游戏。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象是马里奥派对，但是变成了瓦力欧。那瓦力欧就去做很多任天堂他们原本不想要做的那些事情，就拿瓦力欧这个系列来尝试。是吗？是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吗？对啊，他们曾经有在那个我之前看是岩田聪吧，他就有在讲，他说反正就在这个系列里面，他们会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尝试，然后试试看的东西。我非常喜欢瓦力欧。我也很喜欢他小时候的游戏，好好玩。他在 Wii 年代嘛，对，甚至更早的 GBA 年代就已经有了瓦力欧大冒险。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很白痴，它里面不是有 CD 吗？然后那个 CD 就是还可以就在那边转，就是自己拿那个游戏机在那边转，然后就会播放。他就把这种很多好玩的互动放在里面，所以在里面游玩方式可能像双手握住这个 Joy-Con， 然后呢活动全身来尝试一些通关小游戏，或者是像是钓鱼啊、打棒球啊、打排球啊、挖地洞等等的这种打怪等等的。所以呢，它里面其实会有
很多种需要激烈摆动身体的小游戏，像是肌肉锻炼啊，或者挑战那种高速反应的小游戏，一样它里面会有派对模式，2到4个人可以一起通关、一起竞赛，是一个真的可以边玩边帮助消化的游戏。对，可是我还是建议，如果说你单纯只是为了这一个的话，还是不要做，不要买啊，不要买啊，那个大概就是你就玩那一次，不会再玩了。没错，好，那我再换我们的下一个情境。过年很多亲戚朋友要聚会，会遇到很多不熟悉的亲戚，那可能会让人家很尴尬啊，不知道该怎么互动。那这边就推荐一些游戏。好，讲到这种的话呢，我就直接推荐是马里奥派对超级巨星，这个应该就是 Party Game 的王者之一。我觉得，就大家的学习曲线非常的低，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富翁，大家要想办法在里面得到一些金币，然后呢，金币去购买星星。这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陷害，然后每个回合大家前进了几轮之后，就会有一个小游戏。那个小游戏里面可能会有，例如说射飞弹，或者是被鬼追，然后各自都很简单，你可以大概在3到5分钟内学会，然后再透过一个1到3分钟就直接把这个游戏结束。所以因为每次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是一个很容易大家就开始取笑别人啊，或者是闹，但是也不用担心，如果你落后了，任天堂的游戏最后一定会给你一个逆转的机制，所以会让你玩到最后都是保持开心的。不是啊，我个人不是很推荐跟亲戚一起打电动。为什么？不是啊，你们才刚投完票，一定会有一些摩擦什么的。还好友善包容。我是觉得，如果是要跟比较长辈一点的打的话，太鼓达人好了。哦，太鼓达人，可是你们会不会歌他没有共鸣？不需要共鸣啊，因为玩太鼓达人我也很多没有共鸣，可是那个东西它就是打节奏的嘛。OK。对老一辈的他们要玩这个可能比较简单，可是我觉得亲戚有很多种，也有可能是你可能妈妈的姐姐的女儿。可能长得不错，我知道3等亲以内是不行的，可是我觉得正妹的朋友通常也是正妹，你可以先跟这个亲戚打好关系，那你可以就选一些有趣的游戏，例如说像什么很远呢，不是就是拓展你的生活圈嘛，没错，像 Overcook 这一种，大家就是很简单，然后可能你家的亲戚什么的也会做菜啊什么，它的几个步骤是你可能要先切鱼啊切菜，然后把鱼拿去烤，马上分工，对，它有一个分工的流程，那大家玩起来不会那么顺利，会很闹，那大家玩起来应该也是会蛮愉快的吧。这个我觉得更适合马上想要让彼此开始建立那个熟悉感的时候，例如说你可能很少跟这个堂哥堂姐碰面，就是玩一个，大家马上就会开始变熟一点。对，就是年轻一辈的，没错。母胎单身是因为长辈他们他们可能会愿意跟你一起感受，可是他们并不想要拿起那个遥控器来打电动。那所以如果说你玩这种剧情选择导向的，放在电视上面玩，大家一起玩，然后一起做那个选择，然后看一下说，好啊，那丈母娘你都说要选这个，我们就选这个，来看看结果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些就是恋爱游戏这样子，是对，再让他们做一些价值观的碰撞。你会怎么选啊？实际上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刚刚在那边讲说就是不要起争议，然后现在又是一堆争议，感觉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亲戚的家里的那个氛围是不一样的嘛，是吧？先稍微研究一下，就他不要太轻易的尝试，过年很可怕。好，那在第3个呢，是这过年期间很多人都会回家乡过年嘛，老同学们大家可能会趁这个时候一起见面聊聊，所以呢，我们想说来推荐大家一下，可以在多人一起玩，然后没有玩的人在旁边也不会无聊，可以加入一起起哄的游戏。这个其实我那时候一想的就是 Overcooked， 对，因为大家会看着手忙脚乱，然后别人就会这边讲说你赶快做那个啊！哎呀，你怎么很烂？你怎么那么笨？对，然后有的人可能很有那种领导气息，或有人就是做一个东西超级快，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人很不错。然后等一下结束了之后，大家也可以互相讨论、互相称赞，甚至是原本不想玩游戏的人，也常常会因为这样的东西就加入，然后开始玩。对，而且这个游戏它上手很简单，没错，然后又是单场制的，所以你可以这一个人他这一场就先下来休息，马上换一个人补上去，大家在那边轮流玩的气氛也是会不错。对，那你推荐什么？就有一支游戏，它并不是主机游戏或 PC 游戏，它叫卡库。这个你有玩过吗？有，我们在派对上面都会用嘛。对，就是你可以设计很多题目，然后让大家去抢答。例如说一个题它可能有4个选项，例如说志祺七七是属于什么样的频道？时事型频道、故事型频道、游戏型频道跟色情型频道。然后大家就可以选。那如果你选对了，你就会有一定的积分。那如果说你答对的越快，你的分数会越高。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适合高中同学，就是刚刚讲到的，就大家回忆一下高中的一些事情，然后就可以
顺便就是讲讲那时候发生的一些闹事这样子。对，例如说志祺他的座号是几号超之类的，我到底几号我真的完全忘了。我全记得你真的全记得？我全记得啊，我连国小几年几班我都记得这个我国小我好像记得，但是我没有记我的座号你一讲我想起来了，天哪，马上想起来。这种小时候的记忆，它一定会很深刻的印在你的脑海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座号跟好像当天的日期同天，然后我就当班长，然后就这样当了3年。突然想到，超衰，还不会蛮好玩的。对啊，没有卫生股长那么衰。对，卫生股长永远是最衰的那一个。就要去扫厕所，辛苦他。那还有嘞，除了这个以外，那我觉得马里奥惊奇吧，最近最新的那个，对，最近不是也有得奖吗？那个非常非常棒对啊，那还有你刚刚提到的 Y 里，我觉得也很适合，就是一些 Party Game，还有像 Party Animal， 我觉得也是很适合。那再来情形4，可能有一些人啊，他在过年的时候其实很不想要跟那些不熟的亲戚朋友互动，然后想说啊，你吃完年夜饭之后就草草的就回房间休息啊，打个电动。那我觉得我这边可以推荐一些适合一个人自己玩，可以打发时间，但是又不会太空虚的游戏。那这边我会推荐说，如果你在打电动的期间，是有可能有人开门进来说，你怎么都不出来啊，或者人家开门说端一碗佛跳墙给你，那我觉得你可以玩最近要出人中之龙8。人中之龙8这个的确是很杀时间。很杀，它就是很好玩的游戏。它主线剧情就是很日本黑道，对，可是他是一个很热血，然后很正派的人，然后在一路上，哇，这次游戏多久啊？20年有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蛮久。它的故事很长，然后这一次是一个大终结。然后这一支游戏，它除了主线故事是很热血以外，它的支线故事是一些比较鏘、比较恶搞的剧情。就是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就会看到别人一脸正经的在做一些白痴的事情。对，例如说会有那种黑道大哥啊，身上都刺半甲，然后脸上有刀疤，可是他是穿着一个尿布，然后在那边咬奶嘴，在那边感受被保姆照顾的感觉。没错。然后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游戏。那样子在玩，如果说有人忽然进来，你也可以去开个打棒球啊，或打保龄球给人家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常常被打扰。你那个时间虽然是可以很长自己，但是中间会一直断掉。对，所以如果是带一点点回合制啊，或者是单场制的游戏，其实也是不错。就是要随时真的可以暂停的游戏。对，不要是那种紧急跑，然后你要重新再进入那个故事的时候有点卡住这样子。对。那你这样子，这个我好像就有一点点选错了。我那时候就想说可以玩龙脉长歌。那龙脉长歌就是一个你要很进去，然后之后沉浸在那个故事线里面。我觉得龙脉长歌确实不太好，因为我玩龙脉长，它是国产的一个叙事型的游戏嘛。我记得我有玩到哭。对，所以如果你吃完年夜饭，然后进房间那边打电动，玩龙脉长歌，进入那个故事，然后开始哭，人家一打开拿个佛跳墙进来，你妈都傻眼。阿囝你来闭你来得考嘛？你在考啥？就超级有画面，对，就很哀伤啊。对，那龙脉长歌是一个，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玩啦。然后因为 Sikono 他们最近呢，其实也宣布，就是跟集英社合作，即将推出他们的下一个游戏，这个应该是最近几年就会推出了，大家也可以先把他们前面的大作都复习一下。我觉得 Sikono 好像每一支游戏都是90%到95%以上的评价，对，都很认真，非常厉害的团队。但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没有错，就我选的那个战神的 DLC，它真的是 Rogue 吗？我觉得很接近，就是可以用那种想，然后反正你就是在那边探索，而且你还是会得到一点东西。如果大家是喜欢战神的，就是你会在那个故事里面还是多探索一些，它不是一个那么单纯，就是我们直接进入一个竞技场啊，然后一直往下，就它不是这样，还是别有用心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常常会有人把你叫出去跟什么亲戚人打招呼啊，我会推荐一些 Rogue 游戏。那如果我觉得 Rogue 有分，因为 Rogue 本身就是一个单场的制度，你结束之后马上就从头开始。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想要玩动作的话，有一支游戏叫做《湮灭线》，它是 Rogue 动作。那如果你不是那么想玩动作，或是你觉得你玩动作也是需要一些手感，要进入状况的话，我觉得一些卡牌制跟回合制的游戏也可以考虑一下。没错。那在情境5呢，就是今年过年的连假最后一天是情人节，所以我们想说来推荐一下情人节当然适合跟情人一起玩的游戏。有没有什么适合跟情人一起玩的游戏呢？最近强者我朋友。他制作了一个管理员的窥视，这听起来不太妙。他很适合可以跟女朋友一起玩啊。为什么？他就是在讲说，一个男生他毕生的梦想啊，就是到那个女生宿舍里面去当管理员。那因为你知道女生宿舍大家都有很多需求嘛，那你必须说，人家如果有需求的时候，你要随传随到。对，你要怎么样办到这件事情？就是在各个地方装上摄影机，这样子他们只要一碰到麻烦之后。
你表情怎么回事？我觉得超可怕的，这整个是要超政治不正确，超级像犯罪。不是啊，这游戏嘛，这就是小黄油。那这一支游戏它也是国产游戏，目前好像也是卖的相当好，出来没几天就压倒性好评。哇，那是蛮厉害的。对，而且他前2天有宣布说要出续作，他做得很快。OK， 那品质很不错吗？我觉得它品质很不错，它的立绘是找到一个台湾的色情漫画家画的 ，OK， 做的蛮细致，而且它不论是立绘，还有它的像素模组都做得相当好，然后内容上也是蛮多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最近玩到的，叫做不同的冬天 ，OK， 它是一个解谜叙事游戏，那它的特色是2个人，你们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可是会很类似。所以他会一定需要语音沟通，那我觉得就很适合跟女朋友各自回老家了，所以不同地方，或是你还在暧昧阶段，想要更进一步的话，那这一支游戏我也相当推荐，就是你可能跟对方个性没有那么理解，因为这支游戏它需要大量的沟通，然后我看到的画面跟你看到的画面会不一样，所以如果我要求你要做什么解谜，我会需要大量的跟你沟通，强制开启对话。对，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之中，你很容易就可以判断说这个人适不适合你。而且这个概念其实很有趣这个概念如果是做成包含了一些兴趣的讨论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些好笑的，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加深大家的感情。因为像我上次玩我这边看到的画面就是动物的画面，对，然后就很可爱。可是另外一边看到的是一个 cyberpunk 的废土世界。OK。然后因为你需要平台解谜啊，要跳跃要干嘛的？因为我看到的画面跟他看到的画面不一样。然后他游戏有设计，你们必须要2个人互相沟通，然后依照顺序可能要做一些事情，你们才能够过这一张地图。懂。所以我觉得相当适合。OK， 我想的东西是比较单纯，我想的就是这个双人成型，然后这个就是很适合啦，因为它很可爱。我在想说，男生跟女生在传统上面还是比较容易对于这个视觉的风格有不一样的追求。确实。可是双人成型就是一个很大众的，大家都会喜欢那个风格，然后它也没有到那么的难，而且它会有互助的桥段，就你要去做什么，然后我才可以干嘛，所以一样会有一些沟通。这次游戏去年我们是不是推过啊？我就有推过。明年你还会找我吗？有可能吧，我们一样都一直推这个。明年你找我也推这一支，不是因为双人成型，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玩过，然后你对游戏是不排斥的，这支游戏就是目前这个地球上最强的双人合作游戏。好，最后一题，这次过年年假有7天，我们难得有长假可以自由的运用很多天，那我们就推荐值得在过年年假时间玩的2023年必玩新作。我觉得我这边要直接推荐这个入围了2023 TGA 的这个游戏大奖最佳年度游戏的作品《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我觉得《超级马里奥惊奇》真的是让我很惊艳，就它。你就觉得说马里奥这个东西它已经不能够变出什么样的花样了，但是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这个团队很认真的去考究了马里奥的乐趣在哪边东西造成了，例如说对于新手的不友善，他玩到中间可能会开始让你疲劳的时候，他这边插入了一些让你继续游玩的动机。从一个游戏工业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然后又很简单的设计。我鼓励所有曾经马里奥在你生命当中有一点点回忆的人，去碰一下。你刚刚的叙述其实放在手游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就是当你玩到好像没有新的东西的时候，它又开放了新的东西给你。对，因为这就是创造你的，没有可能那个有的时候会觉得套路感很重，马里奥惊奇都没有，确实厉害。那另外呢，你不然推什么？我后来想一想啊，我觉得如果看这个频道，他可能平常并不是那么常接触游戏，那他可能会很想要很快的可以获得些什么。OK， 那我觉得 Marvel 是 Spider-Man 蜘蛛人2，它是2023年，我觉得甚至不要讲2023啊，甚至我觉得它放在目前为止的超级英雄主题的游戏里面，它应该有到个前1、2名吧。我觉得绝对有前3，然后前3的话就可能看大家习惯的打击感啊或不一样，可是它真的。你看，像那时候 PS5 一出来的时候，它就是第一波手打游戏，那个世界场景非常非常的漂亮。它的建筑啊什么都做得很细致，而且原本玩了1代，又玩了续作 Miles，就是有黑蜘蛛人。对 Miles， 他那时候就觉得，这支游戏差不多就这样了，因为从蜘蛛人1到 Miles 其实没什么进步。到了2代的时候，他让2个蜘蛛人都同时出现在故事里面，然后他在故事交代的，我觉得也还算很清楚。再加上里面的笑料跟一些玩的东西，虽然是开放世界，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说玩起来很重复。它就算是同一个类型的支线任务，它也会分不同的游戏方式给你。我觉得玩起来是很丰富，而且剧情表现我觉得都还蛮优秀。我觉得也一样是一个看到制作团队很认真的对待蜘蛛人这个 IP，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超级英雄游戏，就是觉得他就只是套一个皮，他把另外一个东西拿来，然后就觉得反正你粉丝嘛，你就看到你就买。但是这个没有，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那还有哪一些你觉得一定要玩？我觉得萨尔达王国之泪也是超级值得推荐的。
他也很厉害，前作续作都是。那它的玩法上很自由，我觉得这一支游戏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会让你的沉浸感很足。没错，它里面的音乐啊，像一般来讲是不会给你，可是当你剧情可能推展到某一个时候，它那音乐忽然一下，真的是全身鸡皮疙瘩都会爬起来。我觉得《王国之泪》它有点像是萨尔达在更强化它的那个 Minecraft 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动手做很多的东西。那这时候可能大家要去考虑，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喜欢那么长时间游玩的人，然后以及你是不是那么喜欢动手做，因为在那里面它那个解谜又变得更加的需要你动手一点点，这个是可能大家要讨论一下的。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很静的人，或是你是一个容易感到寂寞的人，我觉得不要玩，尤其不要在过年玩。哇！因为我在玩的时候会觉得，我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可是我也玩得很开心，可是一天的时间就没了，会有一点点空虚感，会有一点我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我讲不出来，可是时间就没了。然后因为他又是一个人，而且他音乐也不是随时一直都有，他会有一点空虚的感觉。对，因为他毕竟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就是他想带给你的体验，有这种感觉。然后如果说单人玩魂系的话，最近有一个韩国的新品叫《P 的谎言》。P 的谎言，他在讲什么？他就是讲皮诺丘的小密友叫皮诺丘嘛，那他就是以他为主体做个童话故事的游戏。那这支游戏，我觉得它在打击感、画面的塑造跟它的故事都做得很好。因为像迪士尼的《木偶奇遇记》，其实也不是原版嘛，对，它有改变。那这个韩国的皮诺丘，它就是韩国版的《木偶奇遇记》，所以它的故事会或是人物有很多会跟你知道的一样，然后有很多也会跟你知道的不同。那我觉得它也是打击感相当好，体验相当愉快的一支游戏。那这个团队他们之后还会再做可能《爱丽丝梦游仙境》啊什么之类童话的，对，他们已经有预告了。那如果说你是对音乐可能有一点兴趣的话，去年的 Hi-Fi Rush 我觉得也是不错。这个是怎么样的游戏？它就是一个动作游戏，然后你要依照节奏才能攻击，你的每一下攻击必须打在节拍上。就是音游，它是一个 in game， 我觉得都算，混在那个灰色地带，看看游戏新的类型。对，它有一点难分类，如果音感不好的人打起来有点痛苦。对，确实不要。好，这个我来玩玩看。好的，那今天这集这个过年特别计划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谢谢来自来跟我们聊那么多东西。那也欢迎呢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自己推荐的游戏，或是今天提到的作品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部。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认识好的游戏作品。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了力，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